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胡子很硬，很难刮？是不是觉得刀片感太强，尖尖的很不舒服？是不是觉得刮胡泡一点用都没有，有涂跟没涂都一样？来做个测试，用手指把脸上的刮胡泡刮掉。如果是这样，一刮就掉，干干净净，那答案就出来了。不是你的刮胡泡不好用，是你不会用啦。这是普通的自来水，这是刮胡泡。刮胡泡会浮在水上，看起来很理所当然，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我们的皮肤表面其实是凹凸不平的，洗完脸以后，这种凹凸不平的表面就会积水，你的皮肤上会覆盖一层水膜，然后你把刮胡泡涂在上面，中间的水膜会让泡沫浮在水上，形成一个三明治的结构。这种分层的结构就是一堆刮胡子问题的来源。泡沫浮在水上，刀片会一下子把泡沫全部缠起来。不管你上面的泡沫涂得再多再厚都没用，有这一层水，泡沫无法接触皮肤，一刀下去全是水，根本就不会润滑，所以你会觉得刀片感很强，刮胡泡有涂跟没涂都一样。隔着一层水，就像戴了一层纱裤，刮胡泡里面的成分没办法被皮肤吸收，什么舒缓啊、保湿啊，这些厂家宣传的效果会大打折扣。最重要的是，刀片直接跟皮肤摩擦，会去除过多角质，皮肤容易红肿、过敏、发痒，严重一点的就会刮伤。不管你用的刮胡泡有多贵，成分加了什么油，又用了什么3重挖沟研磨，只要它浮在皮肤上，一碰就掉。那有什么用？都嘛是白抹的，抹心酸的，抹身体健康的。要让刮胡泡10倍好用，我们要去除中间这一层水膜，并且在皮肤上形成一层保护膜，这层保护膜就是皂膜。什么是皂膜？这种一推什么也没剩下的，当然没有皂膜。这种会死死卡在皮肤上，推好几次都推不干净的，就是皂膜。就像汽车的引擎需要油膜，太干的时候需要 KY， 皮肤也需要一层强韧、不容易掉的保护膜。这层保护膜可以增加润滑，减少摩擦，你就不会红肿、过敏、发痒。它可以增加表面的柔韧性，刀片不容易切进皮肤，你就不会刮伤。皂膜直接覆盖在皮肤上，里面的皂碱很容易吸收，胡子就会变软，变好刮。你的皂膜应该像这样。不管怎么搓，都会有一部分残留在脸上。怎么做呢？这个是泡沫的结构，中间的是空气，外面这一层是肥皂跟水。把泡沫按在皮肤上摩擦，就可以挤出中间的空气，吸收其中的水分，留下来的肥皂就会在皮肤上形成皂膜。制作皂膜不需要特殊的工具，有手就行。2个步骤：一、打底，你要把泡沫戳进胡子里面。想象一下你在洗头，你洗头会只是在表面这样搓吗？不会吧，当然是把手指伸进去里面搓啊。用搓这个字不够精确，你要像抓痒一样，用抓的。用抓的可以破除中间这层水膜，把泡沫里面的空气挤出来。用抓的可以深入胡子内侧，让刮胡泡深入各个死角。用抓的可以让倒在皮肤上的胡子立起来，你就可以刮得更干净。一开始你会觉得脸上的泡沫一下子就变薄了，留下来的皂膜超级少，只有一点点。原来那么多泡沫可以用的就只有一点点，一摸就摸到底，还会卡卡的，不滑顺。难怪刮起来问题一堆。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。这种又卡又薄的皂膜
是不行的啦。我们要增加皂膜的厚度，一层泡沫搓没了，就添加一层新的上去，又搓没了，再加一层，一层一层叠加皂膜的厚度。抓一抓，你会感觉，泡沫变干了，没水咯。我们的皮肤会吸水，也会蒸发水分，水分被吸走，泡沫就会变干，搓不动。这种缺水的情况，在凝胶类的产品特别明显。缺水了怎么办呢？补水啊，帅哥！手指上沾一点水，就可以让泡沫恢复润滑。刮胡子的全程，你都不能让泡沫变干。那这样搓要搓多久呢？科学实验，毛发吸水需要2分钟。就像泡泡面，如果你泡的时间不够，它就不会变软，永远硬邦邦。但是不是每个人的胡子都是搓2分钟，你要用手指的手感来判断。一开始胡子搓起来很刺很硬，这很正常，没软化的胡子跟铜丝一样硬。继续搓，不要停，泡沫不够了就加，缺水了就补水，搓到胡子不会刺刺硬硬，有点润的感觉，搓到脸上的皂膜变厚变滑，这就对了。这个变化就是水合作用，这是最重要的关键，一定要耐心做完。第二步就简单了，我们要增加泡沫的厚度，用手或是刷子把泡沫多抹一层在脸上，有厚度才能增加缓冲跟润滑。如果你用的是刷子，要用刷毛的侧面，这样就可以把泡沫涂得很均匀。2步骤做完，好用的刮胡泡就大功告成了。你的皂膜就像挡风玻璃上面的油膜一样，牢牢附着在皮肤上，怎么推都推不干净。这才是可以保护皮肤100%发挥战斗力的刮胡泡。你这个跟拿刷子在脸上刷还不是都一样？不一样。第一，刷子会伤皮肤，只要刷在皮肤上，让你有磨砂感觉的，都会伤害你的皮肤。你可以想象，不同粗细、不同刷毛的刷子，就是不同号数的砂纸。合成毛800号，猪鬃毛80号。你拿这个80号的砂纸一直摩擦你的脸，一直磨2分钟以上，你就会皮肤红肿、毛囊炎。别跟我说什么刷子可以去角质啊，去角质就是剥离你皮肤上的角质层，角质层就是保护皮肤的啊，你没事弄它干嘛？你是要化妆哦？当然，一定会有那种脸皮很厚，刷子怎么刷都不会受伤的人，但也会有我这一种用刷子刷没几次就毛囊炎，去看半年皮肤科的人。刷子并不适合所有人，但是你的手指头一定适合你。第二，用手指才能感受胡子跟皂膜细微的变化。你用刷子感觉得出来吗？那你一定有特异功能。隔山打牛。第三，手指可以做到像洗头一样抓的动作。你用刷子要怎么抓？你告诉我。再来，刷子的刷毛容易变形，你的力道没办法直接传递到脸上。你没有代志。先生，有哪里需要加强的吗？如果你的胡子很浓密，太软的刷子没办法刷到胡子里面，太硬又会戳伤皮肤，用手指你才可以加强，直达痛点。第五，手指的面积小，可以做精准打击。什么叫精准打击？比如说嘴角、下颚线里面这种边边角角的缝隙，你用刷子是刷不到的。刷不到又硬要刷，刷头的面积那么大，等你刷好了，附近的皮肤就刷烂了。用手指你才搔得到痒处。最后我问你，刮胡凝胶跟刮胡油用刷子要怎么刷？当然不可否认，刷子拿来打刮胡泡跟涂抹泡沫是很好用的，但是如果要在脸上制作皂膜，手指会比刷子好用多得多。妈的，以后都接不到刷子的业配了。
当你搞懂造模的原理，你就可以举一反三。比如说，有人在刮第一遍跟第二遍中间的空档会洗脸，你洗脸不就是把造模洗掉，又再加一层水膜上去了吗？这样不就又要重来？所以在这段期间要避免洗脸。造模也可以解释，你不应该在没有刮无泡的地方反复刮，来回刮，就没有保护膜了啊，还刮。搓出造模就是让刮无泡好用10倍的诀窍。有了这层造模，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。你不会因为胡子难刮去买更锋利的刀片，也不会买一堆胡前胡后产品，瓶瓶罐罐叠加一大堆产品来用。你也不会掉进刮胡刷这个大坑，买了又贵又不好用的刷子，没猜忌。当你看透刮胡泡的本质，一颗几十块的阿口，你也可以打出1000块的效果。皮肤不会刮伤了，心情也变好了，考试都100分了。等你练到连洗手的肥皂都可以拿来刮胡子的时候，见山不是山，见云不是云，草木竹石均可为鉴，飞花落叶皆可伤人。你就是刮胡界的独孤求败。哈哈哈哈。